伊朗不是他有没有决心要跟美国对干，是美国决定要跟伊朗对干。是不是他连航空母舰都敢打？他说他发射了4枚飞弹攻击这个林肯号，但是呢，林肯号它并没有相关的一个战损的报告。有关于航空母舰打击群的空中的防卫啊，不是只有航空母舰自己担任，其实呢，它会由外围的，有可能大部分都是这个由伯克级的驱逐舰来担任，因为它具有神盾系统，可以因应来袭的各种的，无论是无人机或反舰飞弹。现在全世界都在关注的中东战事已经正式的爆发了。今天会关心伊朗它的动作重击了美军的基地，并且声称他击中了林肯号航母。铁穹现在说以色列的铁穹也挡不住吗？川普则是扬言还会再继续的加大打击，打到4周为止，更预告会有美军更多人会丧命，也就是说会全力来打这场战争。美以伊战争已经全面开战，赶快来关心中东现在进入到了全面战争模式。本来在26号这一天呐，这个阿曼调停人还出来说，谈得还行，和谈判虽然没有什么太多的突破，但是至少美国跟伊朗之间有取得一些的进展。结果没有想到，才隔不到多久的时间，28日，美国就已经联手了以色列，启动了这个川普叫做史诗怒火行动，对伊朗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在12个小时之内，一共是狂轰了900次的空袭来进行。那美军出动了他的战斧巡弋飞弹、F-35逆踪战机，还有他的 FA-18超级大黄蜂等等。那么成绩的部分，我们看到最震撼的消息就是伊朗的最高领袖哈米尼遭到斩首杀除之外，包括了48名来自于伊朗的高层也都全部团灭了。另一方面，川普再继续说，他说几分钟之内，当时发动战争的时候，摧毁了9艘的伊朗军舰跟多处的海军设施。以色列的部分加入美国，那我们看到以色列它出动了200多架它的战机，打击目标超过500个目标，造成伊朗现在最新统计大概是近1000人的战损。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我们来看到伊朗的革命卫队也针对了美国的战损说出了一个最新数据。他说，美国有超过500死伤，传6名 CIA 的高官也都被炸死，这是来自于伊朗革命卫队的说法。但是美军说，目前的战损是3死5重伤，所以这数据上其实还仍有非常大的落差。针对于来自于美国跟以色列的攻击，伊朗方面也有立刻做反击，并且宣告没有红线。我们来看到伊朗的3层反击有哪些？首先，第一层包括了锁定了美军中东的命脉，也就是卡达的乌代德空军基地，还有其他多处的美军基地。这当中包括了在阿联、巴林跟科威特等等。第二个就是伊朗说的，美军的航母林肯号遭到伊朗4枚弹道飞弹给击中，战局进入了新的阶段，被美方给否认。最后一个是飞弹跟无人机，伊朗方面轮番上阵，压迫以色列的铁穹防空系统。以色列的部分城市遭到袭击，造成了9死20伤。好，所以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舰长怎么看了？伊朗真的敢这个无红线继续的做攻击吗？刚刚说了，攻打美军基地、打航母，美军也有非常3死5重伤，这是来自于美军的说法。但是伊朗的数字是更高的。伊朗真的准备全面跟美国来作对吗？吕舰长怎么看？其实这一次不管伊朗的想法是什么，美国的想法也就是要打出一个结果，不能再像去年一样。那如果说我们看到最新的 BBC 的新闻啊，也就是今天早上的新闻，就是有关于赫姆兹海峡的部分。有关于赫姆兹海峡，其实现在已经发生船只遭受到攻击的一个事件，然后因为这个事件，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油价它一个飙升。那但是到底是被什么样的飞弹打到了？其实目前不知道，因为也没有提出相关的一个攻击的内容。但是我们如果从这一张画面来看的话，其实它的攻击点非常的高啊，但是也不是高就不是反舰飞弹啊。那我们日后看看共和卫队它是怎么样说明这件事情的。那我们现在看到这张图呢，其实是今天下午1点07分的时候截出来的。那也就是我们看到 AIS 的
相关的内容的话，我们就看到赫姆兹海峡在这个位置，其实几乎等于没有船只通过。那如果有特定的船只通过，应该就是跟伊朗以及他的一个国防军或者是他的共和卫队已经打过招呼了。我们这边看到一群的，全部都是游轮啊。那这个游轮呢，为什么不敢通过？因为其实我们看到赫姆兹海峡在这个位置，它其实对于伊朗来讲，它其实是有反舰飞弹的，无论从300公里到120公里，通通一应俱全啊。那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状况呢，那是不是他连航空母舰都敢打？他说他发射了4枚飞弹攻击这个林肯号，但是呢，林肯号它并没有相关的一个战损的报告。但是我们从之前红海的一个状况，我们就可以发现啊，这个无论是当时的胡塞组织，或者是现在的共和卫队，或者是伊朗国防军，他们通常都会说他们发射了几枚飞弹，可是实际上有没有命中是另外一回事啊。那而且我们知道啊，这个有关于航空母舰打击群的这一个空中的防卫啊，不是只有那个林肯号就是航空母舰自己担任，其实呢，它会有外围的，有可能大部分都是这个由伯克级的驱逐舰来担任，因为它具有神盾系统，可以因应来袭的各种的，无论是无人机或反舰飞弹，或者是我们现在所认为的这一个高超音速飞弹，虽然高超音速飞弹目前大家是说无法拦截啊，那但是伊朗有没有那是另外一回事啊。是，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状况呢，也就是我们讲到的伊朗，它不是它有没有决心要跟美国对干，是美国决定要跟伊朗对干。好，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持续请教委员又怎么看？因为伊朗说他有打击到这个林肯号，美军现在出面否认，那到底有没有可能？另外就是川普持续喊话，他说他会再打伊朗打4周，而且他还说会有更多的美军丧生，他是强人反击，还是一个选战前的豪赌？那川普说出动了 B2，还有这个沉寂了9艘军舰的说法，可信度委员又怎么看？应该这样看的哈，任何一个战争双方面的说辞都要存疑，不管是美国的说法、伊朗的说法、以色列的说法都要存疑。那任何事情要相信它，一定要 double confirm，就是说双方面都已经确认有这个事情，那个才是等级比较高、可信的事实。那如果只有一方面讲，另外一方面不讲，那你可以讲说，大概有可能性有60%以上是事实。那如果是有一边讲法跟另一边讲法不一样，那两边你就是要把它搁置，等到事情厘清了以后，俄乌战争我们就有这个经验啊。泽伦斯基说一大堆，说最后两边都说谎，这种几率很高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叫做 double confirm 要做这个事。那以目前来讲说，这个到底川普要更激进的去打啦，或者林肯号有没有受创啦？林肯号有受创，到底有多大的受创？这个不能因为受创就好像他不能再打了，也不能这样子来解读。好，那你说这个美国能不能维护全球的霸权？美国本来就不是全球霸权了，但是美国在波斯湾还是霸权。所以你要去区隔这两件事情啊。那这个川普能不能撑4个礼拜？在战前好像你节目还有很多地方我都不断强调。根本没有办法估算他到底手上剩下多少弹药，或者说他剩下多少战斧飞弹，这个导弹那个导弹不知道，因为照道理他在俄乌战争消耗不少，他在以哈这个战争也消耗不少，所以剩下有多少，还是要把对亚洲地区的储备全部都搬过去啊。如果亚洲地区的储备全部搬过去，那还真的够。可是搬过去的话，那如果中国大陆突然之间来那一下的话，那你美军不是说很凄惨哦？是，所以不晓得他怎么去考虑这个问题。我认为不至于全部搬过去，但是搬多少不知道。那这个至于 B2 有没有出动，有人说有，有人说没有，但是新闻上讲的，而不是这个正式官方版本。那所谓集成9艘军舰，那是美国讲的，伊朗这边也没有确认，所以我们可以让这个消息再等一点。但不管如何，我们在评估一个战争的时候，我们是用战损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战损角度是什么？比如说打掉哈梅尼是10分，然后这个
杜拜的帆船翻掉被打掉，大概就是1分。换句话说，军用设施跟人员它的价值比军民两用还要高，然后军民两用比纯粹的民间的还要来得高。那我们这样的评估起来的话，就像那个拳击一样啊，我打到哪里几分，打到哪里几分啊，这个统计结果谁赢？到第一回合打完了以后，确定是美国伊朗赢。哦，这不用去否认它哈。那接下来伊朗会有什么样的反击力道？那伊朗会讲很多，美国也会讲很多。不要去相信，我们一样要用客观的数据来 double confirm 哦。那因为整个伊朗的高端阶层被端掉了嘛，这符合美国的战略，因为美国的战略讲废核，基本上只是它提高它打伊朗的正当性而已。它真正的目的是要消除教士政权，把伊朗政权移交到民选政府手上去，或把革命卫队的权力移交到国防军手上去。它基本上采取这个策略。所以呢，伊朗里面有根深蒂固的经济矛盾跟民族矛盾。国防军、民选政府基本上都是波斯人。教士集团跟这个革命卫队基本上都是阿塞拜疆人。也就是他们是满清另外大多是汉人。新军都是汉人嘛。然后八旗都是满人，大概这种情形。那美国就想要趁这中间而入，我只要把你教士集团铲除，革命卫队弱化，那国防军就有起来的机会。他基本上是玩这个游戏。好，所以美国已经达成他所希望达成的目的之一。那其实现在呢，不管是美国或伊朗，可以看到双方都互不相让，也都说没有红线，会继续的打下去。这一场战争会不会从目前的空战变成地面战，甚至演变成一场区域战争？杨老师又怎么看？我觉得应该不至于，但是并不能排除它有发生军事战争扩大的可能性。这取决于什么？这取决于不只是你弹药的这个库藏是多少，也取决于最重要是政治的发展跟变化，尤其是伊朗现在内部。那美国川普为什么要打伊朗？他的说法是：第一个，伊朗的核武绝对不能容忍；第二个，伊朗是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恐怖主义者。这连国际媒体都不买这2个理由。那他在联合国安理会就这么讲。但是我觉得真正它的原因，一方面是在伊朗的一连串的暴动跟抗议之后呢，其实伊朗已经非常的脆弱，统治阶层很脆弱，哈梅尼也86岁，然后呢，以色列跟美国的情报看到了机会，趁你病要你命。那当然，如果把这个神权政府的高层能够干掉，一定会有比如说理性务实的接班者，或者是改革派是不是能够取代？后面的变化很难讲。但是呢，他们在过去长久以来对伊朗的渗透，那伊朗已经像个筛子一样，所以你才会看到这么精准。就军事而言，这是个精准的斩首行动。但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川普跟内塔尼亚胡都有内部政治上的需求。你想想看，美国现在最高法院判这个关税无效，然后呢，淫魔案，川普的介入越来越多。ICE 现在在美国，这个是过街老鼠。年底的选举，美国的启动选举，所以川普需要一场军事胜利，尤其是过去46年来作为美国最重要的中东地区的挑战者、威胁。如果能够把这个最高领袖哈梅尼一举干掉、斩首成功，他不是一天到晚就在这边很骄傲的吗？你接下来看，你川普一天到晚会讲这个事情，他的支持者会以这个为主要的一个外交胜利。内塔尼亚胡也一样，内塔尼亚胡政权现在几乎要下台了，现在都不用了。所以他有就是说，可能针对伊朗的情势的观察所采取的决定。那现在伊朗，你看到过去这超过一整天的这个回应打了8个波斯湾国家美国有基地的这些国家，加上以色列，那尤其是集中在以色列跟波斯湾周围的这些国家，那造成是有一些战损，但除了那个雷达系统之外，其他其实还好。伊朗说是打死了200名美军，但美国人说只有死3名，会不会再持续？因为第一天前面24小时，这是一种情绪上的回应，因为你打死我的最高这个领袖嘛而且不要忘记，
我觉得《纽约时报》很多西方媒体都很刻意虚假的遮盖这个另外一件事实，它也造成148个中小学生的死亡。然后呢，这个东西看在伊朗里面，这个第一个24小时，甚至接下来1、2天，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个很高的情绪会出来。那甚至会有一些孤狼式的那种恐怖攻击会出来，看到在德州已经出现了。你看到巴基斯坦跟伊拉克，他们要去攻占美国在那边的领事馆跟这个大使馆，可是它会不会再提升，就取决于我觉得就是看伊朗内部的这个就是政治的变化，它会走向一个集体领导，还是说多久新的最高这个元首会不会选出来，还是说内部会走向一个动荡，神权政府的瓦解，目前都不是很清楚。感觉上，革命卫队跟国防军大概不会去直接去取代新的这个政权，所以在态度上、言辞上强硬依旧，可是呢，在实际上后续的攻击上，这个强度会不会增强？我觉得还有待观察。但赶快来看到的是，美军它有一些奇怪的这个布局的变化在军事武器上。我们今天请3位来宾来帮我们特别解答的3个火线话题。首先，今天会关心到，我们谈了非常久。美军的航母包围了伊朗，但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又传出要全身而退呢？是不是刚好跟中国大陆这个伊朗跟中国大陆买了这个超音速飞弹鹰击12？震折了波斯湾有关系，这是第一个问题，我们今天会来做关系。第二个，除了来自于中国大陆的协助之外，伊朗方面现在也有来自于俄罗斯，他们派了他的末日飞机要飞往伊朗，并且可能跟伊朗展开飞弹的合作，是要来提升对美的威慑力吗？会不会改变整个波斯湾的军事格局？最后，今天也会来关心到底川普接下来的路怎么走，他会跟伊朗来好好的谈有关于核谈判的部分，还是会全面开战？今天在政治上面跟战火的博弈同时升温，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美国现在摆出了它的这个军事的布局哦，包括了提到了双航母，不管是它的福特号、林肯号，还有上百架的战机，当然包括了 F-35、F-22等等，包围整个伊朗。但是现在是最新消息传出来的，来自于驻扎在波斯湾的第5舰队，为什么全数撤离吗？有一个卫星影像，这边特别来看到的是，原本驻扎在巴林的第5舰队总部，所有的美军的舰艇已经全部都开往公海了，远离最危险的区域。解读就是他已经退居到第2线，但是时间点又是这么的巧。来自于路透社的报道，伊朗跟中国敲定了一项军购，会来买中国大陆它制造的鹰击12飞弹外销版，也就是接下来它的 CN-302超音速反舰巡弋飞弹射程涵盖290公里，就会送到伊朗这边去了。所以美军现在做一个解读，第5舰队的撤离跟中国大陆它的这一款飞弹CN-302有没有任何的关系呢？有了中国飞弹的加持，接下来伊朗能把美军的舰队拒止于波斯湾之外吗？张将军怎么解读？我认为这个美军的这第5舰队啊，撤离巴林的位置啊，在波斯湾的中段，它距离最近距离伊朗的这个海岸线呢、才200公里，更近。比所显示的还更近，就200公里。因为波斯湾已经进入到中段的地方了，它的末段有点像喇叭口，但是中段的话是有个地方是比较瘦小的、比较细、比较狭窄。那这样的话，那伊朗对巴林的第5舰队有2种威胁。第一个，我们讲叫的就是地对舰飞弹 ，CM-302、302这个地对舰飞弹的射程是290公里，那就涵盖进去了。第二个，无人机，如果是拿无人机做饱和攻击，对巴林的美国所停驻的军舰实施打击的话，集火打击也好，或者是无人机的蜂群战术进行打击的话，它刚好变成一个集火点呢，很容易被攻击到，所以一定要有一个战略缓冲。为了战力防护跟战力保存，赶快撤离巴林，波斯湾都不要留美军的军舰，撤离到阿拉伯海，因为阿拉伯海毕竟有战略纵深了。这个时候，这个地对舰的飞弹就可能会够不到，你要在地对舰飞弹的射程之外，伊朗的空军是比较弱，所以伊朗的这个空射的空对舰的飞弹，它可能在这方面没有能力，因为它没有载台，问题出在这个地方。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现在按照这个地方，美军的第5舰队要撤离巴林，我认为美军的动手的迹象增加了。那中国大陆的 CM 的这个
这个地对舰的飞弹呢，那它是这个鹰击12改良的，那它的速度呢，它平常的速度是大概是两倍音速，而且它掠海飞行，掠海飞行比较难侦测，又是2倍音速，在末端它会加速到最大的速度是4倍音速，4马赫。那会造成近迫防御系统的对它的拦截的困难度增加，所以它的会有击杀的成功率哦，所以美国的军舰或者是美国的航空母舰一定要在290公里的范围之外，才能够有一个安全战略纵深的缓冲，所以可以从这方面看，那美军动手的迹象会增加。另外我们知道这个福特号的航母打击群啊，已经也陆续在从地中海这边就位，另外一个。这个航母打击群是在阿拉伯海，但是距离伊朗700公里，所以为什么要距离那么远呢？也是为了安全。所以我们看这2个航母打击形成一个犄角，一个在阿拉伯海，一个在地中海，它是形成一个战略犄角，对伊朗来实施做战略威慑。因为上面的这个 F-35也好，还有 FA-18超级大黄蜂的飞机，都在可以攻击到伊朗的范围之内。但是问题是在哪里？是美国先动手呢，还是以色列先动手？我认为这个是要去考量的问题，因为美国如果是先动手，那这个伊朗是一个被攻击者，他有反击的这一方面的这种我们讲到的这种理由，这种战略理由，我是被攻击的，我是受害者，我现在开始做反击。那如果是以色列动手的话，那以色列要不要去打美国的军事基地做报复，这要来考量。然后美军再做动手，变成由以色列来挑起，所以2个这个。目前我认为是以色列先动手还是美国先动手了？我认为他们要做最终考量。那这个会秘而不宣，不管是纳坦雅胡也好，或美国总统川普也好，他们不会去讲谁先动手。但是美国的立场是希望以色列来动手。那以色列要不要先动手呢？我认为以色列动手的可能性有60%，美国先动手的可能性大概有40%。我认为要这样来分，所以我认为以色列在这方面他的企图心是比。美国旺盛，因为美国在今年的11月3号还有期中选举，那期中选举是对川普的这个我们叫做来交出一个检验单、成绩单，所以川普有这方面的考量。越接近于期中选举，越需要是稳定。如果这个伊朗实施报复行动，会对美军多多少少会有些战损，那对川普来看也会一种选举的压力就会随之到来，所以川普要考量的。不光是军事战略因素，也包括的是政治因素。好，谢谢将军。好，确实，所以现在可以看到整场战争一触即发，以色列已经展开了这个随时可能攻击的一个可能性，甚至是大于美国的这个攻击的企图心。我们来看到刚刚特别提到的，伊朗来自于中国大陆它的武器的支援之外，现在还有最新来自于俄罗斯的武器。赶快来看到这个是最新消息，俄罗斯派出的是号称它的末日飞机的核战指挥机，这个是图214。PU 前往了伊朗，那美方也这边特别做了分析，伊朗目前拥有中东是规模最大的飞弹库，型号超过了14种。这当中我们特别整理出了2款，第一款是液态的燃料飞弹，第2款是固体的燃料飞弹。我们先来看液态的部分，它是以苏联的飞毛腿技术为基础的流星系列，推力是巨大的，但是准备时间比较长的关系，所以比较容易受到攻击。第2个现在威胁性比较大的就是这一款。这个是法塔赫家族跟他的继承者佐勒法加尔，它的机动性比较强，随打随走，而且生存力强，再加上来自于俄罗斯的支援，打算一起来攻击美国吗？如果伊朗真的用上了飞弹，那么对于美国来说威胁有多大？厉将军又怎么看？当然，在伊朗啊，在被美国这个所谓制裁之后啊，它大概陆军或者是传统的军事力量。就大举的削弱，不管是空军方面，到现在为止哈，它只有 F-14的这个旧老旧的飞机了哈，舰艇方面也明显的不足。但是伊朗在这段时间，它积极发展的就是它的导弹还有无人机的作战体系。但是这2种体系虽然说不是传统作战的传统武器，可是它却可以发挥所谓的非对称的战力哈，对美国的在中东地区的基地。还有在对以色列来讲，都是构成严重的打击。那我们刚刚讲到80哈，当初美军可能意想不到，你看80等于就是在波斯湾这个海湾里面的正中央。那以前他认为说，我将一支舰队摆在这边，可以威慑所有波斯湾
海湾周边的所有产油的国家受我所控制、受我所威胁。但是没想到，现在由于时空的逆转，当这个伊朗具有这种导弹的射击能力，对你构成威胁的话，反而巴林在它的导弹攻击范围之内，这是它的不对称作战战争。那美国后续就要思考，它的巴林基地还能不能够在波斯湾里面产生威慑的效果？是。那第二个，我们这次看到图214的飞机升空，大家称之为末日战机了哈，这有一点言过其实。我觉得你把它当做一个空中指挥机来看的话，可能比较名副其实。为什么叫做末日飞机？把这一架空中指挥机当作这个末日飞机来指挥，因为以往来讲，如果说美苏两国发生核子战争，那地面的这种不管是武器装备、人员都会受到核弹的攻击。在这种状况下，唯有将飞机升到上空，在天空之中指挥，才是能够确保它的安全。所以以往这种飞机是在核战爆发的时候，它在空中担任指挥机，扮演这种角色。那这次这个普丁这个派出了这个图214到达伊朗，就是已经看中可能在战时的时候，虽然说伊朗也不太可能会遭受所谓的核子攻击，但是美军在这个地方所有的导弹还有战机的数量加起来，听说光战斧型巡弋导弹就有上千枚。那如果说再加上战机所携带的导弹，可以将摧毁这个伊朗地面上面所有指挥，还有这个武器基地等等的设施，所以在这种状况下，他派出图214在空中担任作战指挥。那最后我再讲一下这2款导弹一款虽然说是流星导弹，它是要灌装燃料的，那发射之前可能时间比较久会被侦测到，但是它固体燃料的，随时水走到哪里就随时可以打到哪里。那不管任何一种，其实对美军的基地还有对以色列来讲都是很大一个威胁。好，所以我们看到刚刚统整了一下有关于来自于伊朗它的这个飞弹的战力，再加上来自于俄罗斯跟中国大陆的协助，当然现在已经全面的对美国造成极大的威胁，所以接下来就是在看川普会怎么来做反应了。现在外媒也在猜川普会有2个的反应，接下来就是关键就是在于核谈判，但是现在也有一个好消息，是不是至少美国的态度现在看起来比较稍微可以谈了一些呢？原因是因为呢，在2月26号。这个美伊在瑞士举行的第3轮的间接会谈里面，虽然说现在了解没有达到什么样的结论，但是呢，专家指出，美方没有立刻离场，是一个比较积极的讯号，代表双方仍然存在足够共同的一个基础。华尔街日报也在做了一个分析，川普现在在他的人生跟政治生涯一个指标性的十字路口，是会达成限制伊朗的核计划，还是会发动一个军事的战争？苑老师怎么看？我们现在看这个情势来讲的话呢，这个川普很明显用的策略是极限施压了。这个在极限施压的过程的话呢，它是有3种选项嘛，也是大打、小打跟不打嘛。我个人是倾向他不会打的了。为什么会这样子认为呢？因为首先的话呢，这个第一件事情，他们彼此之间的这个谈判一开始就知道谈不出什么结果来的。因为美国提的条件的话呢，就是说要他废止那个导弹的这个问题，那伊朗是绝对没有办法接受的啦。那另外的话呢，就是说要把伊朗只能够接受这个核能的这个提炼，完全是转嫁于和平用途，这是可以谈的，但是还未必能够接受。就是说，完全放弃核能的话呢，伊朗也非常明白，这大家都知道的事情。是。然后呢，美国现在派出的代表的话，这库斯纳再加上维特科夫的话呢，他们是很具有权威性的啊。那我为什么说我比较倾向于接受他不打呢？因为首先第一件事情，这个就诚如张将军所讲的，这是以色列的事情。以色列跟美国虽然一个是爹一个是儿子，但是究竟是2个国家了那个川普本身来讲的话，也是要顾及美国国民的反应。因为什么呢？第2点的话呢，就是说，川普现在讲出来的话，让他自己很为难，就是没有办法下不了台。所以川普曾经对维克科夫讲说：“我实在不能够理解为什么伊朗还不投降。但伊朗怎么可能投降呢？对不对？一个主权国家，一个8000万人主权国家，一个闹了快50年的这样子的一个革命卫队，一个神权国家，怎么可能随随便便就投降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美国人也很害怕，就是说美国这一打陷入你知道
脱不了身嘛。啊，你可以看到第二个消息，就是说那个美国最重要的130亿美金出现的福特号航空母舰里面，居然连厕所650间只有600间，就是50间能用啊，每次排队要50分钟，就可以说起来就是很明显，就是那个厕所问题都解决不了，打什么仗啊？这是第二个部分。然后第三个部分的话呢，我会觉得说，川普现在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为了今年11月份的中期选举。啊，这个中期选举的话呢，他自己的话发表这个国情咨文，他没办法管不住那张嘴，然后各方面来讲，所有的事情就是对美国现在极其的分裂，所有学过经济学的人都认为他搞不清楚，所以说大家在整个声望上来讲，川普举棋不定的原因，就是说这边会讲到说他是要站在一个最具指标性的十字路口，就是说美国的沉沦是不是从他开始啊？就是所以说他基本上要做这个决定很难，所有我看到目前穿制服的人都叫他说这个仗不要轻易的动。不要打，所以我个人认为说大打小打跟不打的情况下来讲，不打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然后配合我们这边所讲的整一趴的消息，就是航空母舰的调离，以及这个大家就讲到说，美国本身来讲，在瑞士的谈判的队伍并没有立刻解散，要求这个伊朗最后能够让美国下得了台，这些事情都是已经朝向不打的方向来发展。节目一开始要特别带观众朋友来关注在中东的战争一触即发，尤其现在美国跟以色列最担心的事情就是，难道伊朗是在试它的核弹吗？试爆它的核弹吗？400公斤的浓缩铀现在直奔有可能往武器化的方向去做发展吗？另外一方面，现在传出有消息说，伊朗的这个核潜舰已经前进到荷默兹海峡，有没有这样子的可能性？锁定的是美军的航母。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心。赶快来看到现在呢，美以战争看起来是一触即发了。伊朗方面已经说了，他们正在进行的是全面的备战。首先，现在让美国非常感到忧心的事情，就是因为发现了在伊朗的这个军事基地的地方呢，出现了爆炸的这个事情哦，在1月27号的时候，所以呢，我们来看到马上的。就有这个快点的 Express 来做了一个报道，说这个设施爆炸之所以让美国非常的紧张，就是因为其实去年的6月份疑似才遭到以色列空袭，而当时在轰炸的时候，它的目标就是这个基地里面的这个核武跟弹道设施的这个目标，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又再次的爆炸，也引爆外界质疑：难道伊朗你是在偷偷的测试，甚至推进你的核武能力吗？而让外界另外一个担忧的原因，就是因为现在看起来伊朗在发展它的核武上面，好像慢慢的已经越来越成熟了。来自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特别做了一个调查，伊朗现在它的铀浓缩的浓度到60%，拥有超过400公斤的库存，而且已经接近了武器级所需要的技术跟材料，达到90%左右的一个浓度，所以国际社会也在高度的关注当中。刚刚提到了，除了核武是美国跟以色列最担心的之外，我们来看到在军事方面，现在传出来自于媒体的报道，2艘国产的是来自于伊朗的法塔赫级的潜舰部署在荷默兹海峡吗？有这样子的可能性吗？今天会请来宾来特别帮我们做关注。另外就是流星和法塔赫的中程导弹，现在说已经蓄势待发了。伊朗除了自己对美国做警告之外，还包括了周边的黎巴嫩真主党、也门青年运动也发出警告，如果美军对伊朗发动这种新式的攻击的话，马上就会演变成一个区域性不可能抵抗的一个区域性的战争。而美军另一方面则是刚刚看到的是伊朗的准备，美军也做好了备战的状况。林肯号正式进入到中东之外，已经进驻到美国的一个司令部的责任区里面了。而正在进行的就是联合中东的盟友在这个区域展开了多层次的打击训练，是做给伊朗看的吗？另外一方面，我们来看到在这个林肯号之外，美军的军机也已经开始备战了。F-35跟超级大黄蜂现在看到都是在林肯号上面可以做好了准备。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来看到 X 推组也特别说了，美军已经在中东地区集结了2个航母战斗群和第5舰队主力部队，出估3万的美军部队已经蓄势待发了，而包括了这个。川普本人也证实，他说呢，除了林肯号之外，另外一支美丽的舰队正在前往伊朗当中，所以预估接下来在中东地区会有2艘来自于美军的航母来面对着伊朗。X 推主也特别说了，除了刚刚看到的这一些武器之外，
美国近期也将它的一架这个是 EA-37B2的电战机部署到德国基地了，预估接下来就会前往中东地区来做准备。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舰长怎么看有关于伊朗的核武问题，它的浓缩铀推进到60%，再加上刚刚讲的这一些飞弹。还有它的潜舰，这个法塔赫级的潜舰说已经到这个荷默兹海峡了。伊朗现在把核威胁给搬上台面，美国跟以色列还可以容忍多久呢？什么时候进攻？舰长怎么看？伊朗是整个中东的一个动乱的一个根源呐，因为几乎那里所有反以色列，他的目标就是把以色列从这个世界消灭。反以色列的武装团体都是伊朗在提供他军援、火器、这个武器等等。所以，如果把伊朗这个政权给它消灭掉，基本上中东会稳定很多，比现在。那以伊朗的所有拥有的技术里面，其实只有一样东西让我们担心，就是这个核弹。它会不会能做成核弹？而且以他们这种对宗教神学是非常信仰的这种啊，它万一真有颗核弹啊，哪天你要把它消灭，它真的可能丢你一颗核弹。但是呢，我也特别要这个介绍一下核弹这个技术，核子浓缩铀啊。当然可以看到多少，它有一个叫做核爆，一个叫做核反应。核爆就是核子弹。我如果说这里有2公斤的浓缩铀，要在90%以上，它核爆是在0.00001秒的这个时间，全部一下子整个炸开，就整个就哗一下炸开，要到90%以上。那什么叫核反应呢？我们发电厂就是核反应，它的浓度因为比较低，所以它是一点撞一点，一点撞一点，它就像一个焖烧锅。里面水一直在焖，它会慢慢加压。如果你正常让它释放，它就是一个正常的能源的一个提供者。但是像你说，好比说我举个例子，这个东京的那个电力公司的那个核，是不是后来也爆炸了？为什么它爆炸？你知道吗？如果它只一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它立刻灌水进去，不会爆炸。但是因为东京电力觉得这个东西太贵了，那是几百亿美金这样造出来的，那我是一个私人电力公司，我要想尽办法救它，他就一直试图救，结果没有救好，它炸了。就是一个东西闷太久这样。所以大家记住哦，核爆跟核反应是2个不同的东西，你不要认为核电厂的也会爆炸，那个跟这个是截然不同的。是。那它目前这个东西，它只有到达60%的那个浓度，一定要到90%才会核爆。那从这里上去哦，全世界都会盯着你，你差不多了，我就丢你一个这个炸弹，所以它很难，它能不能够偷偷摸摸的，你外界都不知道，太难了。CIA 也有这个间谍，这个摩萨德也有间谍，而且伊朗里面有各种不同的人的这种想法，所以他想瞒住所有的是不太容易，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哦，伊朗跟美国现在这个样子都在拉高双方的态势。都希望对方不要动手，那他会不会打呢？任何一个国际的战争，就是他一定有一个利益，这个利益一种是钱的利益。你看美国打委内瑞拉石油嘛，那是钱的利益。那美国上次为什么打伊朗？那是战略的利益，因为他快要把那个核弹给他做出来了，那我当然要把你打掉。那这一次他过去，他的目的是什么？维护伊朗人民的自由民主吗？那根本不会是他的这个利益里面的。所以他就说你不要这样子啊，你不要去攻以色列，不要攻我们这个美军呢，就他也在拉高态势。但是他想不想打？我觉得美军不想打，因为他没有利益。那伊朗想不想打？伊朗也不想打。所以最后就是因为伊朗内部的动乱，造成大家为他担心，但是他会慢慢的压下来，因为现在平民革命很难成功的，因为尤其伊朗的那个叫做什么伊斯兰革命卫队16、18万人，开玩笑，他们的装备比3军部队还要好。你想要推翻他们，很困难。我不是说没有，但是美国 CIA 现在努力的在那里做这个叫做颜色革命，先让抗议的人留下来，不要走，搭帐篷，我给你吃，我给你甚至给你武器，然后开始从这个抗议变成内乱，内乱变成内战，最后是不是能够把伊朗科梅尼政权给它推翻掉？希望能够。但是我觉得它有它的难度在。但是如果你忧心美伊大战，我觉得几率很小，因为双方都看不到他愿意打
的这个叫做国家的利益存在哪里。好，一方面美国也想要消灭哈米尼的政权，第二方面就是我们刚刚特别提到的这个有关于伊朗它的核威慑，现在对美国跟以色列已经造成威胁了。所以我们看到美国持续的推进它的武器哦。刚刚讲的说，除了林肯号之外，川普说了有另外一艘航母正在前往中东。另外刚刚特别提到了，还部署了这个是新世代的电子战机，2024年才新增的这个是 EA-37B2的新世代电战机，说可以成为瘫痪伊朗防空跟通讯的第一击吗？干哥怎么看？好，我看这个就说我们现在先看哈，就伊朗也部署了流星和法塔赫中程导弹，还有特别是讳莫如深的法塔赫级潜舰，其实这是从苏联的就俄罗斯的那个基洛级发展过来的。那我相信，因为大家要晓得，伊朗具有实战经验，就是说伊朗是能打的，它跟伊拉克不太一样，它真的波斯帝国还是有它的传统，就是说当真的威胁来临时，它是真的能够威胁以色列、威胁美军的，它具有这样的能力，所以部署这样的潜艇，其实对美国而言的话是一种威胁。那部署这样的飞弹，对于航空母舰战斗群也是一种威胁。所以美国现在最新要派 EA-37这个电战机过去。简单介绍一下 ，EA-37就是以前北约组织在40年前最夸口的，我们有E-3空中预警机，带个大圆盘，一飞到这个空域300公里的范围之内，什么飞机都逃不过我的法眼。大家了解吗？然后最近的就是什么？就是去年巴基斯坦跟印度那个战争，传说巴基斯坦是用的中国提供的 ZDK-03空中预警机，那其实就是空警500改装的。然后空中预警机在天空发号施令，然后接到了指令之后，直接指挥歼十敌人。印度的标风战机连看都没有看得到目标就被打下来了，所以大家就晓得电战机它的威力在这个地方。那 EA-37B 它是取代了什么？取代了大家最熟悉的 C-130 EC-130的区域空中预警机。我们在很多电影里面都可以看得到 EC-130因为它就是美国用了40-50年的空中预警机。可是现在 EA-37B 它到底进步在哪里？因为它变成了喷射机，它不再像那个螺旋桨飞机飞得那么慢，时速才600公里而已。EA-37B 时速967公里快到1000公里，飞得快，飞得高。再来，你知道滞空时间长，所以像这样子的空中预警机，它不但可以囊括以前 C-130的电子功率70%以上，然后它还加装了主动扫描阵列雷达，在它的脸的左右夹。看那个飞机，你就觉得说，奇怪，这个飞机怎么左右夹胖胖的？那都是电子天线。它还承担的，我们现在常常在讲的，就像我们现在这个立法院在审国防特别条例的时候，常常会提到 C5ISR C5ISR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作战管制系统就是指挥、管制、通讯，然后电脑、网络、情报、侦查、监视这总共8项大项，就是 EA-37B 它要做的工作。好，那讲到重点，就是说结论：当 EA-37B 到了德国法兰克福的基地的时候，它直接往波斯湾因为那是最近的北约基地，它直接往波斯湾前进的时候，海上有航空母舰，天空有我的 EA-37B， 它直接瘫痪了。为什么？直接瘫痪伊朗，你可能所有想得到的防空网由它来瘫痪。为什么？因为它的 E 代表 electric，A 代表什么？代表 attack， 也就是说 EA-37B 它会先用它的电子战系统瘫痪伊朗的 S-300跟 S-400的防空导弹，甚至有可能连中国会不会提供它那个红旗 9B 都在 EA-37B 的瘫痪范围之内。这就是今天美军先派过去，它意义在这边。而且真的如果打起仗来的话，
这一架电战机会发挥很大的作用。好，那我们如果假设很不幸的，真的双方发生交火的话，接下来包括了伊朗号召的真主党，要请聂老师来看，还有也门青年运动会不会全面来做参战？那接下来对于中东情势的影响 ？OK， 我觉得世界大家都知道，从这20世纪到21世纪，最漂亮、最厉害的战争叫代理人战争嘛。那大国呢，通常呢，他不会自己先下去，先找前面的这个代理人的部队哈。像美国当时不管用了各种，全世界都算他的代理人。像乌克兰最近的情况也有点类似啊，因为当两个大主，比如我们讲现在世界两大势力，第一个就是中俄，还有美国这边。但大家知道有个 CRINK 呢，叫做 CRNK， 这个 I 叫做 Iran， 就是伊朗。伊朗从某个角度等于是两个极端的前面的一个某个代理人啊，你知道我的意思了，就是。但这个之间因为霸主还是美国，所以基本上很难在他后面找伊朗做完全代理很难。但是因为伊朗它之间跟这个以色列在中东这个地方还是有一个不管自始至终的一个爱恨情仇。那这两边的这个敌对呢，这不会马上是消减的哈。那么从各种角度都一样，因此他们不可能马上被完全消灭之下呢，不断的会发展自己的军事实力以及对对方的一些威吓。然而伊朗前面又有代理人。你刚刚提到的这三个几个地方呢，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大家都知道，从2年前呢开始呢，这个巴勒斯坦的战争，就以哈战争之后哈，那时候的哈马斯大家都知道，然后那是巴勒斯坦的，还有这个黎巴嫩真主党，那么当然包括这个也门的胡塞组织等等，我把它视为就是伊朗的这个前哨站，也就是等于是他们的代理人。所以你会发现呢，不管是以色列要先打掉代理人战争，用那个莫萨德的这个一些情治系统跟美国 CIA。大概把这个前卫的组织大概能够铲除就先铲除，但不可能完全。包括黎巴嫩真主党其实也被这攻击得非常惨。当然，伊朗内急呢，当然它背后的伊朗毕竟还是一个大国，它军事实力也不差，甚至它一直想要致力发展它的核嘛。好，刚刚谈到核的问题，大家也知道，全世界只有8个地方应该算是真正有核的实力，就是安理会的5大国嘛。好，这大家都知道。另外2个就是前一阵打仗的那个伊朗和那个巴基斯坦。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就在中东的以色列，对，它的弹头是很多。那么你可以说它是有，也可以说它是没有，但它实际上真的存在着这核弹头是可以攻击。伊朗当然就要发展它的这个核能，才有办法对抵御它在中东的这个维稳，以及甚至当然这个全世界的霸主美国的不断对它的这个制裁或侵略。当然大家也看到了去年这个霸主这个在。我们讲加拿大开这个 G7 会议的时候，突然2天就跑回去，告诉大家说2个礼拜我做一个重大决定，要对这伊朗制裁。没有想到2天就发动了 GBU-57，就钻了60公尺，有没有？好像刚讲了嘛，好像大家这个会隐会声嘛，说好像炸到了什么的。我们也谈过，如果真的炸到，怎么没有任何一个核外泄的这个影子都没有？但我只能开玩笑，它炸了60公尺嘛，还没炸到80公尺，可能80公尺有还不够深，或者当然讲不好听，这么重要的一个核设施。或者核的一些技术的发展，它不可能让你那么容易就破解了。我是这样认为。当然，莫萨德也很厉害，现在也很厉害。你知道，在这之前的时候，他非常多的核能的这个研究员或者军队将领都被暗杀，都被直接命中。包括好多这个周边的跟这核有关的。但是，我想伊朗它当然这个国家大，它有它的这个历史背景的一些研发实力以及它的这些技术，因此我觉得它这个还在做。那现在讲最后一个重点就是说。到底这个中东会不会瞬间的失控就打起来呢？刚刚看到你这边两边的布局，像我们小时候玩军演一样，好像就要打了。当然看起来也都师出有名啊，都可以做动作。可是你知道，一做动作两边都伤，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是有可能 yes and no 的问题，但 yes 的机会不小。但你要知道，这个且不管是真主党这个也门组织，好这些东西要去这个反击，说要极力这个去反击这个所谓的另外一方势力的时候，但是我觉得这顶多是区域性的战争。我跟各位讲一下，这是我的发现。其实20世纪大家知道什么东西最重要？能源。你不管汽车、飞机都要靠能源。就21世纪是靠什么？没有，因为科技已经转变了 ，technology 变化以后，现在已经不是完全能源，是要靠电力。电力不一定完全从能源来，因此能源的至关的一个唯一关键已经不是了。因为中东战争可能不会像过去这样子，当打下去还是会很严峻。但是过去如果是一样以能源为主的话，这些能源产油国家一定会造成一个残疾战争，一定会一直在争来争去。但现在已经不太是了。不过当然这个事情我们只有观望，也就是说真正发生，我觉得是有这样的机会，但我觉得它是区域性的，对世界上会产生马上这个所谓能源的一些危机，当然也会一定会，包括荷姆斯海峡这么是重要。当然金融市场会不会造成动荡，我觉得也都会，但是。
现在看起来不会像以前那么严峻，那我们还是要这个严阵以待之了。